金像奖导演程诚毅，港风悬疑这盘棋比你想的还大。谎言止于受谎者，对弈始于人心间。有时候真相会以谎言为伪装。我是林燕婷。这是上周5月11号那天，诚毅在微博发的一段话。底下是一张受谎的概念海报，破碎的镜面，压抑的阴影，冷调光。整条微博发出去不到半小时，互动破了30万。我当时一边喝咖啡一边刷到的，本来准备出门，看到这条又坐回去了。因为这个项目导演是陆建清，寒战系列赤道的那个陆建清，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。你猜怎么着？这事儿越想越有意思。这个组合表面看是个金像奖导演加内地一线演员的标准搭配，但你往里包3层，里面藏的东西比新闻通稿里写的多得多。所以今天这期咱们不读新闻，咱们包洋葱，包4层。看完这4层，你大概能理解为什么这部剧值得期待，为什么这一部对诚毅来说比一部普通爆款剧要重要得多。行，咱开始。第一层，你打开微博热搜看到的那些，我快速过一遍哈，因为这部分大家应该都刷到了。受谎，优酷 S+ 项目，18集精品短剧，拍摄周期70天，优酷联合香港维港光影公司出品。男主诚毅演一个叫林燕婷的心理学家，身怀绝技，家人遭难，以警队顾问的身份介入案件，破鬼案，查父亲的冤屈。题材标签：刑侦、心理、悬疑。港风内核，内地班底。说白了，从新闻信息层面，这就是一部看起来挺像样的剧。但是等等，有个细节，它是突袭式官宣。什么叫突袭？就是没有任何预热，没有阵容海报递进，没有片单泄露，没有路透发酵，一上来就是男主大头海报加 S+ 标签。这事儿在现在的剧集营销环境里其实挺少见的。一般来说，能这样官宣的项目，平台是有底气的，它不需要慢慢喂市场。行，表层就这些，但这些其实都不是重点。真正的故事藏在导演这个人身上。第二层，陆建清是谁？你去搜一搜，百度百科会告诉你，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，代表作《寒战》、《寒战2》、《赤道》。但这种简介等于没说。我跟你讲，以我个人对他作品的理解，陆建清这个导演的真正作者签名可以总结成3个词，这是我自己的概括啊，仅供参考。第一个，高密度叙事。你看《寒战》第1部，正片不到2个小时，里面塞了多少线？警务处长接班，绑架案，内部派系，廉政公署介入，立法会问询，5条线交叉推进，没有1秒钟是闲的。整部电影看完你需要倒回去再看一遍，因为信息量太大。这种节奏搁在传统港产警匪片里几乎是没有的。以前的港产警匪片是什么？是天台对峙，街头枪战。陆建清不拍这个。哎，对了，我得先插一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这句话的分量。港产警匪片有2个里程碑，2002年的《无间道》，2012年的《寒战》，这中间隔了10年。无间道还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余韵，寒战直接把镜头对准了警队内部的权力博弈，枪声很少，会议室戏很多。这中间的变化，我个人觉得是港产警匪片范式的一次重要转弯。当然，每个人理解可能不一样，但你确实能感觉到，寒战之后的港产警匪跟之前是2种气质。行，拉回来。说回它的3个关键词。第二个，权力几何学，这个词是我自己造的哈，方便表达。意思是他不拍警察个人，他拍的是警察这个系统。每个角色都是几何图形里的一个点，关系就是边。这种东西放在悬疑刑侦里，简直是绝配。第3个，冷镜头美学，蓝灰色调，低饱和，玻璃反光，走廊景深，它的画面是冷的，但故事是烫的。这种反差感是他作品的指纹。而你回头看受谎的概念海报，破碎的镜面，压抑的阴影，冷调光，这套视觉语言已经在了。
所以你看，表面新闻只告诉你金像奖导演拍剧，但其实信息是，这位导演有他极其明确的作者风格，而这个风格恰好是高级刑侦悬疑最需要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种导演挑演员标准是什么？第三层，这层是今天的重点，咱们慢点说。陆建清这种导演，他选演员要什么？我自己的判断啊，不是颜值。颜值在他的冷镜头底下会被消解掉一半。你看寒战里几位主演的状态，是把人物的内核放在前面，不是把明星感放在前面，也不是流量。他是金像奖最佳导演，他不需要数据，他要的，我个人觉得是控感。什么叫控感？就是这个演员能在他那种高信息密度、快剪辑、冷镜头的语境里，用最少的动作和表情传递最多的情绪和信息。他要的不是会演戏的演员，他要的是会克制的演员。这个标准其实挺残酷的，因为很多很红的演员到了他那种镜头底下会过爆，会显得用力，显得演。那为什么是程毅？我得说一句，我做这期视频之前特地把程毅最近5年的几部代表作翻出来又过了一遍。老粉应该懂我接下来要说什么。莲花楼后半段，李莲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以后的那些戏，她没有大哭，没有嘶吼，她用的是什么？是眼神的下沉，是呼吸的变浅，是一种已经接受命运但还在走的克制。那种戏是2023年，不对，等一下，我查一下，对，莲花楼是2023年7月播的，那段时间他这种处理方式被讨论的挺多的。我自己把它叫做减法表演，这个说法是我个人的概括，不是行业通用术语啊。再往前，沉香如屑里他演应渊和唐周2个角色，一个是被天道困住的神奇，一个是凡间的执剑人，两种气质差异极大，但他用的不是化妆和服装区分，是眼神的温度差，这就是控感。而英雄志，他在里面演卢云的青年到中年，跨度大概10几年，古装戏，但表演方法是非常现代的。我说到这儿，可能会有人说，哎，你说的这些都是古装啊，他能演现代刑侦吗？我承认这是个客观存在的讨论。网上确实有声音说程毅多是古装剧，能不能 hold 住现代题材有待观察。但你品，你细品，刚才我说的这3部戏的内核是什么？不是古装2个字，是克制，眼神的层次，情绪的层级递进。这些东西是表演方法论，不是题材标签。换句话说，一个能在古装的繁复服饰和宽袍大袖里把表演收得这么干净的演员，扔到现代刑侦的冷光灯下，是更轻松还是更难？我个人的判断是，他到现代戏的环境里反而是松绑，古装那层形式感不在了，他的表演核心反而会更清晰地暴露出来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推测，我也没拿到剧本，最终成片出来才能下结论。但从他过往的作品基础看，陆建清挑他，我觉得不是赌，是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格局。这一步棋火候刚刚好。第4层，我们往回拉一点，看整件事的意义。这件事意味着3层东西。对程毅自己，这是他从剧圈顶流往演员及演员过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。说实话，能拿到金像奖最佳导演的第1部剧，做男1号，还是 S 加项目，这种机会一个演员职业生涯里能遇上一次就不错了。这不是简单的接了部戏，这是行业最高规格的一次邀请。对行业，电影导演下场拍剧，这个趋势近几年其实一直在发酵。陆建清这一步是剧集精品化的又一个标志性的动作。它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以后判断一部剧值不值得追，可能不再只看演员阵容，要看摄制班底，这是国产剧往电影感赛道走的一个明确信号。对粉丝，这一段我想多说一句，我做内容这么久，看过太多粉丝群体，但程毅的粉丝有一个特点，他们一直在替自己的偶像捍卫一件事，就是演员路线而不是流量路线。这个判断，说真的，前几年是要顶着压力的，因为流量来钱快，
热搜稳，演员路线慢、苦，风险高。但你们坚持了。而现在，金像奖导演来了，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。懂他的人会懂。最后，回到开头那段话，程毅说：“谎言止于受谎者，对弈始于人心间。”有时候，真相会以谎言为伪装。我是林燕婷。我读完这段话有一个感觉，他不只是在介绍角色，他选的也不只是一个角色，是他职业生涯下一个10年的方向。这一步走出去，不是为了眼前这部戏的热度，是为了让自己以后能跟更多这种级别的导演平等坐在监视器前，聊角色，聊镜头，聊表演的可能性。格局这个东西是慢慢传的。今天这期就到这。评论区想听你们说一件事，受谎里你最期待哪场戏？是审讯室，还是和父亲冤案有关的回忆杀？或者其他的，告诉我。行了，下期见。